我爸亲手用菜刀给姐姐整了容，整完后的姐姐美过明星，还傍上有钱男人跑了。后来我却发现，姐姐的骨和她最爱的皮一直泡在老宅浴缸里，正慢慢融化。这时爸站在我身后，拿着菜刀准备给我整容。半年前姐姐成年，爸亲自动手给她整容，整出来的姐姐很美很自然。爸总说这是他最好的作品，他隐忍着欲望，想摸姐姐的脸又不舍得，还用最温柔的口吻警告姐姐，不能让其他男人碰她，不然有她好看。那时我只有满眼羡慕，不明白姐姐为啥发抖，可能是兴奋过头吧。3天前，姐姐没回家，爸在家待了好几天，慢悠悠翻着报纸，丝毫不关心姐姐。我说：“爸爸，姐姐好几天没回家了。”爸微抬眼扫我一眼，我下意识低头缩脖子。爸说过不能和她对眼，姐姐不在，我怕爸生气。窸窸窣窣声传来，爸盖上报纸说：“你姐姐找到有钱人跟她走了，不用管她。姐姐提过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她很喜欢，还说想永远在一起。她应该是跟他走了，却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就抛下我。”一股烦闷怒气直顶上来，话还没说完，爸的眼神又瞟过来，我赶紧挺直腰微低头不敢动，他也就没再生气，走过来揉我头发说：“很快就到你了，不用羡慕你姐姐。”爸误会我嫉妒姐姐，我只是无法接受她抛下我。回到房间，我试着打姐姐电话，一直关机，联系不到姐姐，我气得把手机砸床上。自从姐姐变漂亮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她能去上学，认识喜欢的人，爸还带她去灵动别墅，那是妈妈生前住的地方。自从妈妈死后，爸从不让我们去，偶尔姐姐从灵动别墅回来，我还会对她发火，问她为啥爸只带她去，她却像受了极大刺激，哆嗦着身体摇头喊我别去。外面汽车引擎声突然响起，爸又出去了，看着铁门缓缓关闭，除了爸允许，我和姐姐出不去。我想起姐姐失踪前一晚还搂着我睡，第二天就不见了，也许她就没出去过。太阳快落山，灵动别墅的影子笼罩过来，我心里莫名咯噔一下，鬼使神差来到别墅门口，反正爸不在，反正他说很快就到我了。我拽了几下门锁，开不了。正当我放弃准备离开，一道身影从窗边一闪而过，我下意识扭头，没人。转念一想，这地方不会有陌生人，我再次转身，一阵奇怪声音从别墅传来，像咬东西的声音，头皮瞬间发麻。姐姐是你吗？我屏住呼吸看窗户，下一秒，窗户映出一张皮烂无好的脸和一双充血瞪大的瞳孔，窒息感直顶头顶，整个人晕晕乎乎，脑海里闪起姐姐提到灵动别墅时的恐惧，那是人是鬼还是怪物？我默默转身，背对大门，慢慢抬腿跨出去，仅仅一步。这时，咔顿咔顿声从背后传来，大门门锁正在转动，别墅里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判断不出那是什么，但肯定别墅里有可怕的东西，而且要出来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狂跑离开，回到房间锁上门，紧绷的神经才放松，还没喘两口气，房门被咚咚咚敲响，那张烂脸突然浮现在我面前。啊，滚开滚开！我惊恐大叫，谁来救救我？姐姐你在哪？姐姐要是不在了，你要会保护自己，这是姐姐以前跟我说过的话。我立马找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开门声却停了，摇摇，是爸爸，是爸爸回来了。我迅速打开门搂住爸爸，1秒不到，爸身上气息冷了下来，我赶紧松开，摇摇，你是不是去那里了？爸伸出手轻轻揉我头顶，我身子止不住哆嗦。爸生气了，以前有姐姐在，姐姐总能哄好爸，现在我怎么办？我学着姐姐的姿态，低着头，用最卑微的音调和爸道歉，爸爸对不起。头顶一声扑哧，爸笑了，摇摇，爸爸不惩罚你，爸爸今天高兴，所以奖励你吧。我知道奖励是什么，没想到爸出一趟门这么快就想奖励我了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吧，你今天早点睡，精神状态要好，手术出来的效果才好。爸拉着门把手准备关上反锁。关于灵动别墅的事，我还是忍不住问出口，爸爸，那边里面好像有可怕的东西。爸的眼神立马沉下来，直直盯着我，里面只有妈妈的东西，没有其他的。那爸爸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姐姐那样去那里看看妈妈的东西？别急，很快了，赶紧睡觉吧。说完，爸关上房门就走了。晚上我不敢关灯，一闭眼就会看到那张烂脸。爸说里面没东西，可我为什么会看到那么恐怖的东西？我很怕，缩在被子里拼命想姐姐，又忍不住拿出手机再给姐姐打电话，还是关机。我用被子擦下眼角泪水，没关系，明天爸就会把我弄得和姐姐一样漂亮，我很快就能像姐姐一样出去外面，去上学，也就能去找姐姐了。这时手机震了下，是便签提醒，我没用过这功能，啥时候编辑的？点开一看，我震惊的捂住嘴，瑶瑶不要去灵动别墅，谁都不要信，记得删掉这个留言，爱你的姐姐。姐姐这啥意思？为啥提前给我弄这提醒？像预感到会发生啥一样。姐姐是不是出事了？她到底在哪？咚咚咚咚咚咚，沉闷敲墙声不停，我被吵醒，身体一阵凉意，怀里小熊没了，手机显示凌晨3点，外面还黑着。我伸手摸床头，开灯按
按钮，摸不着。奇怪，每晚睡觉前我都会点凝神香，可现在房间没味道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打开手机电筒，下一秒我紧张起来。陌生房间，啥都没见过。我往窗边看，对面是我和姐姐住的地方，也就是说我在灵动别墅。我毛骨悚然，咋会在这？脑子里又出现那条便签内容，姐姐提醒千万别去灵动别墅，周遭黑暗，还有那张我极力不想想起的脸。对未知的恐惧让我想赶紧逃离，正要开房门，可怕声音又传来，可吃可吃，正慢慢靠近，来不及思考，我迅速锁上门，心跳急速跳动。那声音停在门口，我靠在门边墙壁，用尽力气支撑，声音慢慢消失，我颤抖着滑落，趴到地上，一边拿着手机，微侧手打一点光到门缝，门缝里一双撑大的红色瞳孔一动不动。我吓得立马捂住嘴，暗暗盖住手机灯光，缩回到门边。我这才注意到房间有厕所，迅速开门躲进去，一股腐臭血腥味直窜肺里，为泛起恶心。下一秒，骇人的一幕出现，眼前大浴缸里浸泡着一具尸体，骨衣裸露，皮正一点一点融化，整个浴缸都是血水。我身子往后踉跄2步，啪嗒，不知踩到啥，一声脆响，我开始止不住哆嗦，手机光线颤动打到地上东西，我看清那是个红色蝴蝶结发夹，姐姐的发夹，这是姐姐18岁生日爸爸送的，她很喜欢，每晚睡觉戴着，现在却在这出现。我大口喘息，不敢相信浴缸里尸体是姐姐，姐姐为啥会死着？谁杀了她？爸爸为啥说姐姐跟别人走了？这时科室声又传来，我吓得差点叫出声。姐姐叮嘱我别来这，难道是她杀了姐姐？我好怕她也杀了我。我正想报警，手机没信号，赶忙用手机手电筒照四周，厕所里有窗户，我顺着水管爬下地面，脚一滑，摔晕过去。晕之前我看到一个男人穿着黑色 T 恤站在我面前，直盯着我，嘴角咧出阴森笑意，整张脸又闷又疼，缠满白色绷带。爸爸，我疼。爸爸黑漆漆的眼珠直勾勾凝视我，我下意识害怕，小声试探，爸爸怎么了？爸爸僵硬的脸诡异扯了下嘴角，声音干哑，过几天就不疼了。爸爸也很期待。我松了口气，原来爸爸在兴奋，我这件作品会不会比姐姐的好？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很重要的是，爸爸肯定知道。我小声开口，爸爸，我在那边看到一具尸体。爸爸手指关节扣着桌面，有节奏的响着，他的眼神落在凝神香上，声音冰冷，昨晚是不是忘记点香了，所以做梦了？我愣了下，开始恍惚，怪不得我醒来在哪，原来是做梦，也许是我太想姐姐，才做这么荒唐的梦。我沉默地点点头，声音发颤，爸爸，对不起，可这次逃不过了。我捂着欲裂的头，不断祈求爸爸不要打我，爸爸只要不高兴，就会抽出身上最顺手的工具鞭打我和姐姐。可这次爸爸只是摸上我的头发，盯着我的眼睛温柔说，别怕，摇摇，原来是真的，只要变得和姐姐一样，爸爸就会原谅我。我开始感到开心快乐，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，去找姐姐。这时灵动别墅那边发出一声巨响，我和爸爸同时被惊吓到，我用力抓着爸爸的手，激动地冲他叫，爸爸，那边真的有怪物，我这次绝对不会听错的。爸爸也被吓到了，却硬说，瑶瑶，你听错了，又是我幻听，又是我精神出了问题，明明都一起听到的。我不顾脸上疼痛，发了疯冲下床，姐姐能去那边，我也能去，我现在就要看看那里面到底有啥东西，我都快疯了。爸爸一直在后面追着我喊，给我停下，瑶瑶，可我听不清，脸上绷带缠得紧紧的，摇摇欲坠，震耳的暴怒声也阻止不了我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灵别墅大门敞开着，我提速冲进去，直冲上2楼，准确的说是那个有大浴缸的厕所。整栋房子很干净，没有阴森感觉。啪嗒，厕所门被一把打开，整个浴缸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浴缸跟我见到的一样，可姐姐的红色蝴蝶结发夹呢？头好疼。恍惚间我无力的闭上眼，站不住往后倒下去时，突然一双有力的大手搂住了我，排斥感顿时上来，我下意识立马推开陌生面孔，但还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你是谁？男人面部线条干净利落，他笑盈盈看着我，声音富含磁性，你是乐乐的妹妹吗？我是你姐姐的男人，我叫陈恒。我姐姐呢？我心里激动万分，冲陈恒喊道，姐姐不是和你走了吗？不等陈恒回应，爸爸出现了，他阴沉着脸，一脸不悦，他拿出手机按了3个数字，擅闯民屋，有什么事和警察说。不料陈恒无所畏惧，我是来帮乐乐拿东西的，是姐姐，她真的带走了姐姐。爸爸眉头紧皱，眼睛直盯着陈恒，可陈恒依旧拽得很，无论爸爸怎么盯着他，他都无所畏惧。为什么要这么挑衅爸爸？他到底要帮姐姐拿啥东西？我哆嗦着身体，害怕爸爸会随时动手将人赶出去，仅仅僵持了2秒。爸爸压着火气怒道，拿完了赶紧走人。我瞳孔震惊，心里觉得很奇怪，为啥爸爸这么轻易就放过了他？陈恒胜利似的挑了下眉，那双桃花眼还对我眨了2下，我的脸觉得更闷了，感受到爸爸逼压过来的气压，我迅速低下了头，但陈恒却嗤笑一声，他再次拽到赶不了。
了，今晚我就在这里住一晚了。他这是什么话？是要把姐姐扔下自己一个人吗？我怒气直顶，那姐姐一个人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把她一起带回来？我想动手赶她走，爸爸却扣住了我的手腕，他手上用了7分的力气。瑶瑶，冷静点，我怎么甩也甩不掉。我不明白，爸爸这么轻易就放弃掉姐姐，我才不会放弃姐姐。姐姐到底在哪？我要去找姐姐。突然，陈恒伸手摸了下我绑着绷带的脸，说道：“很快，你也可以了。”我疼得嘶了一声，用力拍到他的手。他瞪大眼睛转向爸爸，笑道：“这个才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”爸爸面上毫无情绪波动，拿完东西给我滚人。不等我反应，爸爸拉着我离开了灵动别墅。那栋别墅是妈妈住的，爸爸以前从不让我和姐姐去，为啥现在又让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住一晚上？我实在想不通，觉得这很蹊跷。瑶瑶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再去灵动别墅。没等我问为什么，爸爸突然看向我，眼里又是冰冷冷的情绪。不听话的话，你知道的。晚上爸爸亲自看我睡下，也不忘点凝神香。凝神香效果很好，困意一下袭来，脸上也就没那么疼了。翻了个身，背部磕到一个东西，拿出来那刻，冷汗从我背脊冒出，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是姐姐的红色蝴蝶结发夹，我记起来了，昨晚我又把它带走的，后来不见了，我以为真是我做梦而已，原来我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的。灵动别墅里有个大浴缸，大浴缸里面有具尸体，陈恒说姐姐和他在一起，那具尸体就不会是姐姐的，爸爸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人是爸爸杀的？还有爸爸居然反常的允许陈恒待在灵动别墅，我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想到这，我摸着黑去灵动别墅，正在半路走着，突然耳边传来一道声音：“瑶瑶，乖乖等姐姐，等姐姐处理好后，我们以后就不怕了。”环顾四周，并没有姐姐的影子，我心里隐隐犯怵。今天陈恒出现后，我的脑子开始频繁幻化出姐姐的影子，尤其看到陈恒，他给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，甚至是本能的反感。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他？我立马甩掉这个想法。爸爸没让其他人来过家里，我更不可能见到陌生人。但是爸爸现在就出现在灵动别墅门口，陈恒给他开的门，下一秒两人有说有笑的一起进屋。我无比惊讶，爸爸是认识姐姐这个男朋友的，怪不得姐姐跟陈恒走了，他也会无所谓。我又开始怀疑自己，别墅里那具尸体到底存不存在？但现在我只想见姐姐一面，我真的很想她。我凑到窗边，试图听听陈恒有没有提到姐姐，里面传来谈笑声，隐约听到陈恒的声音，我不明所以，只听到爸爸回了2个字：很快。接下来爸爸冷冷的声音充满斥责：你不该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把他吓到了。陈恒先是笑出声，心疼了呀，这样只会刺激他，对你和我没有好处。爸爸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指的他是谁？我打了个寒战，开始觉得爸爸有点陌生。我努力消化着他们的对话，本来那具尸体在泡上的几天就会完全消失，谁知这妞会突然梦游，还发现了那具尸体，我又得再来处理一次。陈恒一字一句地说着，声音透着可惜。我感到我的身体血液瞬间被凝固，所以这里真的有具尸体，而且和爸爸还有陈恒有关系。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和陈恒一起杀人，我更关心的是姐姐现在在哪？她跟着陈恒很危险的，可惜呀。乐乐好歹是你女朋友，要不是她突然发什么疯要报警，想把我们捅出去，我们也不至于要杀了她。陈恒的话给我的心脏来了一记剧烈的冲击，真的把姐姐杀了。还有陈恒为什么说姐姐是爸爸的女朋友？我浑身战栗，克制不住的踮起脚尖，想看看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爸爸。可那走路的姿势就是我天天见到的爸爸，我感到无比痛苦，泪水止不住的涌出来。下一瞬，爸爸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术刀，快准狠地割了陈恒的喉咙。他阴沉着脸说道：他是我的，现在你消失才是最好的。我震惊到几乎喘不过气。我想起来了，他不是爸爸，他是姐姐的男朋友许和。我只记得半年前爸爸给姐姐整容后，没过多久，姐姐就带回来一个男朋友。见爸爸那天，姐姐又被爸爸打了，打得很凶。到了晚上，姐姐留下这么句话给我：瑶瑶，乖乖等姐姐，等姐姐处理好后，我们以后就不怕了。之后我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把许和当成了爸爸，还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待在我和姐姐身边。但能确定的是，他是一个杀人犯，他杀了姐姐，还有杀了陈恒。我会不会是下一个？我不再思考，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结果连别墅外面手机也没有信号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之前只有灵动别墅里面才没有信号，还是会打电话给姐姐的。我正准备回去试试现在住的那栋别墅有没有信号，突然拖拽着陈恒脚的许和转头看向我这边，我骇然万分，立马蹲下。下一秒屋内继续传来拖拉的声音，还好他没发现我。等回到屋内，我拼命的试着打出电话，还是不行。砰砰砰，房间门突然响起敲门声，瑶瑶，开门。许和如鬼魅般声音传来，他怎么回来的那么快？我犹如一条小鱼，在他手上随时被拿捏着活路，我得想办法。我小心翼翼，轻手轻脚地爬上了床，努力装睡，想掩盖过去。这个家在一个山腰处，我从未出去过，而且现在这里的一切都被许和掌控着，我得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被他发现，我就逃不掉了。吱嘎，门被打开了，我感到呼吸不畅，庆幸
幸的是，我脸上缠了绷带，不容易被看出异样，但那道落在我脸上的目光却还是十分灼热。下一秒，一只手指落在我的脸上，一寸一寸的滑下，我浑身瞬间起了一大片鸡皮疙瘩，身体也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冷战，周围的气压瞬间低下。他快发现了，爸爸，瑶瑶好困。我微睁着眼，心里却紧张万分。许和面上毫无任何其他情绪，直勾勾的盯着我。瑶瑶，喝个牛奶，喝完睡得舒服点。许和直接托起了我，手上递过来一杯牛奶，他盯着我把它喝完。我特别想吐出来，但忍住了。喝完后，他轻轻把我放回床上。许和嘴角微勾，笑容无比阴森。瑶瑶要乖乖的哦。我害怕的闭上了眼睛，凝神香还在燃烧，被子下的右手，我用力的掐着大腿，我不能睡过去。不一会，房门咔的一声关上，我迅速起身，使劲抠起了喉咙，泪水从眼角渗出，我无声的继续抠着，终于把它全吐出来了。我知道牛奶有问题，这半年来每晚都是姐姐喂我喝的，她却不喝，我还以为姐姐是不喜欢喝牛奶，许和应该发现了我，才会来逼我喝下它。至于没戳穿我，应该就像陈恒说的，他还在等着拿我交货，我该怎么办？继续等死吗？就在我思索无路时，突然想到姐姐给我留的便签，手机里其他提醒什么都没有，姐姐都能预感到自己有可能会被杀害，难道是对自己男朋友还抱有希望吗？突然我看到门底下有人影晃动，我迅速躺回床上，慢慢的整个人睡沉过去，转身凉意袭来，竟然又闻不到凝神香的味道。我猛地睁开眼，腾地坐起身，我怎么又会在这里？接着我抽回手，冷不及防之下碰到了一只冰冷的手，我打开了手机，抖着手将灯光打到我旁边的床位上，陈恒脖子上全是流干的血渍，眼睛瞪大了看着我，我吓得手一哆嗦，把手机摔了出去。我想下床捡，这时一只大手从暗处伸了出来，捡起了我的手机。啊，滚开，滚开！我崩溃大喊，紧接着我落入一个温暖坚实的怀抱里，我闻到熟悉的古龙香水味，还混着消毒水味，是许和。他贴近我耳边轻柔地说道，不怕不怕，爸爸在。我带着哭腔问他，爸爸为什么会死了？对于一具尸体突然出现在身边，正常人是不可能没反应的。许和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用手给我轻拍着背，但我心里很怕。许和突然往我脖子上来一刀，我手上有的工具只有手机。见我冷静下来，他终于开口，是我杀的。我感到错愕，为什么他就这么承认他杀人了？黑暗中，许和捧起了我的脸，因为他已经带走了你姐姐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我哭得泪流满面，心里却充满疑虑，不是你把姐姐给他的吗？是他强行把乐乐带走的。许和面露悲伤，用极小的声音说道，他害了你姐姐，我要亲自为你姐姐报仇。他和姐姐是情侣，他要为姐姐报仇也说得通了。许和是爸爸的徒弟，我想起来半年前姐姐是将他带回来见爸爸，姐姐以为这样爸爸就会同意他们在一起，会放他走，但爸爸是要一辈子将我们捆在身边的呀。所以那天爸爸打姐姐打得很凶，皮带啪啪的抽得直响。我想求爸爸，但姐姐推开了我。后来晚上姐姐就和我说，瑶瑶乖乖等姐姐，等姐姐处理好，我们以后就不怕了。紧接着一个血腥的画面随之带出，半年前许和也是用一把手术刀直接割了爸爸的喉咙，姐姐让我待在房间里，但我还是偷摸过去看了。后来我被刺激的晕了过去，也精神混乱了起来。想想这半年来，他确实对我和姐姐都很好，我开始相信许和说的了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这个地方死太多人了，迟早会被警察查到这里来。他沉默良久，然后说道，我们把他的尸体处理掉，然后我带你离开吧。脸也换了，以后谁也不认识我们。原来他给我整容时已经想到了这步。许和松开了我，然后去开灯。我看到他手上已经戴好了白色手套，见我疑惑，他解释了下，戴着好处理，不容易弄脏自己。说着他将陈恒从床上抱了起来，放在地上，还是拖进了那个厕所。突然一声刺耳的金属声打断了他的动作，我和他齐齐看向了地面，是他用来杀人的手术刀。一想到他杀人的画面，我还是害怕的后退了2步。不要怕，瑶瑶，帮我捡起来吧。许和转过身，继续拽着尸体进厕所，完全不在乎掉出来的那把东西，这可是杀人的凶器呀！我按着狂跳的心脏将它捡了起来，眼睛挑着厕所里面那个背影。他熟练地将尸体四肢放平，陈恒的眼睛始终瞪着，死不瞑目的样子，恶心感涌了上来。我的手撑在门框上，一阵干呕，背后冒出密汗。瑶瑶，你还撑得住吗？许和脱下了手套，走了过来，用手顺着我的后背。他心疼道，可以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下意识询问，就这么放着不处理吗？你觉得还要怎么处理呢？许和的脸瞬间变得阴森，我心惊了下，立马摇了摇头，没有身体却很诚实的慢慢往后退。真的不知道吗？瑶瑶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许和一步步逼近我，眼神渐渐发狠。我的背抵在门边，举起手术刀对着他吼道，你别过来。瑶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皱起的眉眼透出受伤的情绪。我冷冷出声，你不要装了。许和，不是陈恒杀了姐姐，真正杀人的是你。许和死死盯着我，你果然是装的。他不再装，脸上温柔褪去，露出一抹极致的阴笑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动手的是我？陈恒都说了，是他处理的尸体，你该认为是他。我咬着牙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那晚姐姐很早逼我喝下牛奶，
他很凶，越来越像爸爸。我心里委屈，趁他不注意，把牛奶都倒了。没等我入睡，他就起身出了门，鬼使神差的我跟了上去。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，我没想到姐姐又去了灵动别墅，还有爸爸也在，我很妒忌。再然后我听到姐姐说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快点离开，放过我和瑶瑶吧。原来半年前许和杀了爸爸后，就替代了爸爸的身份操刀整容。他把那些女的整容好了后，全部都禁锢起来，然后联系人出高价进行交易。姐姐以为许和是真的爱她，他为了他把爸爸杀了，所以他也要帮他，让他一直待在我们身边，隐藏身份。却不曾想许和把那些女人都囚禁在妈妈的别墅里，没有爸爸的管束，姐姐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，也没有发现许和的不对劲。直到晚上，我和他偶尔会听到灵动别墅发来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姐姐发现后直接报了警。她心里还是觉得许和是爱她的，所以狠不下心想让他赶紧走，但是她想都不想就直接一刀割破了姐姐的喉咙，还让陈恒把尸体处理掉。陈恒问他要不要把瑶瑶也处理掉，他回了一句他呀得帮我应付警察呢，还有他也是个货呀，处在他们的监控下，每天战战兢兢，妄想徒步离开，更加只会加速死亡。我在等一个机会，能同时弄死2个人的机会，所以那个东西是你故意放的，是你诱导我杀了陈恒。许和如鹰般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抬起头笑了，是啊，不这样做我怎么有活路？梦游和姐姐的红色发夹都是假的，我从水管摔下那刻，故意让他看到我从灵动别墅带出的姐姐红色发夹。他首先想到的是陈恒为什么会这么粗心掉下它，那个发夹是他送的，如果警察突然来了，那势必会把他当成凶手，于是他起了杀心。我慢慢解下了自己的绷带，你压根就没给我做手术，你告诉陈恒我很快可以交货了，把他骗了回来，然后把他杀了。啪啪啪，许和拍起了手掌，欣赏道，你比你姐姐聪明多了，但是那又怎样，一把手术刀就把你试出来了，你还真以为区区一把小刀能把我弄死吗？说着他笑得越来越大声，眼神也愈发发狠，犹如来自地狱的修罗。他又戴上了白色手套，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等你死了，我会把你和陈恒放在一起，慢慢一点一点融化掉。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姐姐那样乖乖的呢？说不定我会留你留久点。我笑了，我可不是姐姐，可不傻呢。许和的手顿了下，我脸上并没有出现他想看到的恐惧，见我也没有逃跑的意思，明明门就在我身后。他盯着我手里的手术刀，除了这个我没有其他的武器啊，就一把手术刀。说到一半，他整个人开始晃晃悠悠，晕晕的，他拼命甩着头，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你做了什么？见他快倒下，我耸了耸肩，我在陈恒的尸体下了迷药，那迷药还是你当初给姐姐拿来迷倒爸爸的。我缠着绷带在下药那刻就屏住了呼吸，所以迷药对我没什么影响。解除信号屏蔽器后，我迅速报了警。不一会警车鸣笛声响起，我将我刚录下的许和承认杀人的录音证据全部交给了警方，他们将我一起带离了这里，封锁了这里，而我将要到人群里开始学会自己生活。我也终于感受到人本善，迎接光明，向着阳光而活，最终摆脱黑暗。